觉得呀，现下当务之急是盐的价格上不来。你再这么拼下去，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想把四川的盐给运过来。四川的井盐啊，固然便宜，可你们现在打的是价格战了。难不成你想贩运私盐？天下盐，天下人吃，也不算什么贩运私盐吧。这要是放在几十年前，他说话这是大武器，你不怕掉脑袋啊？再等个5、6天，我的本儿可就赔没了。我们在商量事儿，你进来干嘛？我都要当寡妇了，我还不能进来啊？哎呀，你先别说话，听我说。爹，明儿你自个儿回山西吧，范岩的事儿我陪着他干。胡闹！我回去我能踏实吗？这儿女的事儿，就是无债不来。你这儿一个，我那儿一个。诸葛大人，哎，大呼小叫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给你看个稀罕物。嗯，天赐怀，哎呦，哎，这口袋很结实啊！啊，你不是让我去看看那2个愣头青放的开门炮吗？啊，武平原这小子还真有办法，弄那个盐袋子到处送啊！哦，只要到他店里去买就送。嗯，口袋用破了还免费给补。哦，喏，你呀，再看看这个。哎呦，哎，这盐碾得真好啊！啊，你看看，蒲松盐，300文1饼。这盐重新筛过的，卖500文。哦，家里边穷点的都跑来买这个盐，吃起来体面。哦，那看来他们可是亏本在卖呀！啊，江北那边都是700、800文1饼呢。哎，对了，李百万那儿怎么样？200文1饼，有点意思。我是真服你啊！啊，诸葛妙计安天下，你是活诸葛，这1文钱不花就把生意做成了。姓古的还是有一套，只要是粮食够用，盐够用，老百姓就闹不起来。我是料定了呀，这2个人一定会斗上一场。不过现在，谁输谁赢还看不出来。大人，您现在看到这些啊，都叫燕氏盐草，很多都是宋代的旧物了。哦，这得有900多年的历史了啊！正是，不过现在啊，不像原来那种煮海为盐的方式了。您看那头，都是用这个经过太阳晒干的海滩泥，浇上海水，过滤成高盐分的卤水，再把那卤水啊倒回到这条子里，经过高温的暴晒蒸煮，最后制成盐吧。哦，那这些是多大一片盐田的产量啊？不到4亩吧，这是两淮一带最好的盐田。哦，出来的盐味道鲜美，产量也高。哎，这些都是专门的盐工吗？那些老师傅是，其余的年轻人都是一边学习一边带徒弟，还是缺人手。哎呦，这工钱有多少啊？每个月4调，吃住调病都管。哎呦，
这么毒的太阳，这工钱可不多呀！啊，可以再涨涨。大人说把你们的工钱再涨一涨。爱民如子啊！大人，您这真是百姓之父母啊！哎呦，看样子我在两江人缘还是不错呀！啊，大人，实话跟您说呀，我们这盐场的工钱已经是两江地面上最高的了。我跟古平原，我们俩现在那是赔本赚吆喝。您要不帮我们再把盐场的税往下降降？哦，盐场的税很高吗？我怎么不晓得？1个月40万两，您还觉得不高啊？40万两，哎呦，说起来真是不高，40万两能干很多的事情啊！我刚刚奏请了朝廷，让朝廷减免了两江2年的税赋，这些钱也是为了给两江增加活力。你们在这儿是不知道，我在南京城里啊，就觉着一天比一天繁华，将来好好的给你们2个人许功。哎，走上去瞧瞧。怎么样？你爹起了没？我琢磨，咱要不再涨涨价？天天被这老家伙忽悠，我心里实在是不甘心。行啊，你涨我也涨。我以为你得求着我呢。我凭什么得求着你涨？行，那你行，我也行，咱俩看看谁先把谁撂倒。哎，来，各位大人，赵新阳进了，赵新阳进了。哎，李公子，来啊，顾先生，来，照个西洋镜啊。哟，来了！哎呦，古兄弟现在名声越来越大了啊！我在江浙天天听你的名号，你可真厉害。你这船里头这么凉快？凉快？嘿嘿，那儿呢，看看吧。啊？哎呀，你这个治病的方法好啊！哎呀，我说财神呐，真把自己过成神仙了。哎呦，什么神仙呀？这有灵为神，无事为仙。你说这我能做到哪点呀？你别抬举我了啊！赶紧坐下来吃点这莲藕果子，都是刚在冰上镇过的，落落汗。咱们一会儿喝酒。酒先不用喝，那个船都到了吗？看你这急脾气，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16艘船，1艘都不少啊。得亏我有个票号，这常年运生丝需要包船，你换个人，真不一定能拿得下来。如此，多谢了。行了，快坐。我听说最近这两江一带因为盐田的事儿，这人脑都打成狗脑子了。你可千万不要太在意成败，依你这个年纪，已经能跟李百万一较高下了，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。万一要是有什么不利的，那也是非战之罪。可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把自己身体弄垮了。我也是被两江总督府逼的。这瑞林啊，其实根本就没打算把2淮盐业交给李万堂，我就是被拿出来顶缸的。之后，平抑盐价、打击米商，包括跟李家的那点事，都是他挑出来的。这个两江总督啊，人送外号剃头师傅，阎王爷见了他都得让他8腾皮去。不过我可要提醒你啊，盐的事情你可要小心，这里边的干系可不小。我能帮你做的事情我已经尽力了，剩下的
我也不知道我能做什么。多谢吴兄提醒。管家，哎，怎么样？少爷，老爷还没醒呢。我现在急的是等不到他醒啊。那这万一出了差错？出差错由我担的，输的又不是你们家的钱，现在都已经火烧眉毛了，你还磨叽呢？快点去！那行，那我去看看。总督大人说这盐场的税一刻都拖不得。我回来之前也是刚把钱给交割了，每个月40多万两银子的税啊，就好像有把刀抵在我的梗嗓咽喉，这种滋味不好受啊。行了，不说我了，说说你们吧，生意出什么问题了？我们这些人啊，做生意没问题，问题是，现在这个盐价太低了，税还这么高，您就是有一个银矿，也架不住这么烧啊。哎，我看天津这2家绸缎庄就不要了，占我那么多钱，利润又微薄。喂，少爷，1年几10万两银子的收入，您叫它微薄？您是不是不懂“微薄”2个字怎么写呀？我肯定比你懂。铺子关掉了，再盘一盘店面和存货，最少又可以多几10万两银子入账。你让不行啊！这等老爷醒了，我可怎么解释啊？李家现在是你做主还是我做主呀？肯定不是我做主啊！但您这么把这甜银子，它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您还不如把钱拿出来给那些当官的，自己还能落得多一点，事儿办起来也顺利。我把这些钱给这当官的，他能不收我盐场税钱吗？哎，这2家茶庄也不要了。喂，少爷，这个真不行。老爷是做什么买卖，您也知道，您不能为了个盐场，您把他的根儿给刨了呀。您这不是，哼，这不是败家子儿吗？你是不是要说这个？少爷，我说这话没别的意思。我管你有没有别的意思。现在每个月管我要40万两的盐场税钱，我人吃马喂招伙计请老板，到处都在花钱，每个月贴多少钱出去？我爹醒了，发现这盐田从我手上丢了，你觉得他会怎么想？我就得老老实实的回京师去读一辈子书，这辈子都不能和生意打交道了。所以这场仗我告诉你，我必须得赢，懂吗？老爷醒了，老爷醒了，老爷醒了，老爷醒了。来，先喝酒。大家伙也别紧张啊！我说没事就没事。东西，哎，涂老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您一定要给我们交个底呀！来，你干什么？我没做什么。干嘛我又不吃了你啊？我是带您老啊去看看盐。黑子，爹，我是李进，要不要喝点水呀？老爷，咱们盐田的事儿一直在做赔本的买卖，你提这干嘛？来，先生，来。老爷子大病一场，别说卖不卖铺子，就是全部家当换我爹一条命，我马上就干，别再提了。给他们打开看看。看仔细了啊！合着吗？走。
这么多盐呐，是，怕是比咱们的存货都多呀。是。东家，这盐是哪儿来的？告诉他们吧。这些啊，不是两淮盐场的盐，这是川滇地区的井盐。哎呀，用马帮和水路运过来。东家，您这可犯的是私盐，要杀头的。诸位，生意做到这个份上，谁不是提着脑袋在干？如此困顿之时，能和各位共事，是顾某的荣幸。之前不愿意告诉你们，也是担心一旦官府追查下来，会累及各位。你们要的底，我已经都交了，之后的路要怎么走，各位请便，我绝不强求。东家，我们这些人呢，承蒙您收留，真的是万分感谢。可是这事儿，这么办吧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有罪，大伙儿共同担着。大不了咱把这事做完以后呢，手里有些积蓄，到时候把铺子一关，就了事儿。咱没有必要跟李万堂啊争一日之长短。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。大家一路劳累，今晚早点歇息，明天一早各自押船回去吧。公子，查到了。说，兄弟们在盐业工会的各家盐铺蹲守了很久，发现天不亮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进货，用大船从码头运来。兄弟们跟踪那船，发现那根本不是本地的盐，大多是四川的井盐。井盐？运了多少次？昼夜不停。上一次16艘大船，井盐比咱们便宜1半多，难怪他们能撑下去。说了，他敢跟我打这价格战，我得靠卖铺子才能挡得住。他毫发无损。去叫管家。好。等老爷一醒，让他定夺。不必了，老爷子现在身体那么弱，何须让他再耗费心力啊？而且养你我都吃干饭的呀。说吧，你想怎么办？他古平原贩卖私盐，一下子这么大的量，这可是砍头的罪过。怎么了，少爷？要报官啊？啊！你要真是个草包！现在两江地面上，谁不知道古平原正是两江总督面前的大红人？谁敢拿他呀？说不定他平抑盐价，总督府还要赏他呢。听着，我记得咱们刚来江陵的时候，不是给曹帮的人都送了重礼吗？现在正是用他们的时候，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用最快的时间把古平原这批盐给我扣了。他要是敢索要，把他一块扣了，这种情况下，古平原不敢报官，他只能咽下这哑巴亏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通知咱们全国的店铺调拨所有的资金来这儿，我趁他病要他命。我就不信了，我非要跟古平原在盐田这事儿上决个高低。马上去办。林哥！
我杀你们了啊！祖威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眼睛怎么是红的？昨天没睡啊？我大概是太困了，睡着了。都睡了多少天啊十几天吧。娘，你是真的醒了？这些天我知道，你在给我擦身体，然后给我喂药，但我就是睁不开眼睛，我连手指尖想动一动都不可能，就像虫子困在胶水里，我使劲的喊不行。后来我跟他说：“我说，好歹你得让我去跟他们告个别。”他不吭声了，我就觉着我可以动了。他是谁呀？他可能是老天爷，也可能是一个读过书的先生。管他是谁的，娘，您这是做噩梦了。孩子，你不懂，醒着才是做了一场噩梦。睡着了，我就清醒了。老大呢？他有事出门了。有几句话我想跟你说，你且听着。男人不一定要求功名，有志气就好，不一定要多聪明，心善就好。天底下再乱，能在一起就好，记住了吗？娘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这一当下，我恨不得马上死掉。慢慢才明白，可惜明白的太晚了。爹，您到底因何突然病倒啊？这就是命。你跟那个古平原还平分秋色吗？昨天或许还是，但过了今儿就不是了。我让曹帮的人把他的货给扣了。您是不知道，他学着这个私盐贩子的手段，从四川走私便宜的锦盐过来卖。我说他敢跟我打价格战，而且不落下风，无耻！做生意就是做生意，你这么做不道义。爹，您为什么突然给我讲道义？不是您教我的吗？
说要讲道义，那就甭做生意了。说天底下最重要的事儿要把事情要办成，您干嘛突然说道义啊？而且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慈悲？盐业是两淮的咽喉，我虽然全部拿下，但也没想着全部占为己有。你也不要有这种期望，一旦断了两淮的生机，我们家就成了众矢之的。孩子，做生意不能太慢。古平原不是给自己做生意，他是想给江南留一线生机。我们能拿到一半已经很好了。曹帮，让他们赶紧出来，别祸及到我们自身。请父亲大人早日养好身体，早些接过儿子手里的生意。少爷这么干，真的是出人意料。唉，你没觉得他变了吗？而人呢，手里有刀就想杀人，有了权就想做事，有了钱，天底下就没有他不想去的地方。这三样东西最危险了。他现在接手了生意，不变都难呐。我倒是从这里跳出来了，由他去吧。老爷，您就是病了一次，意气消沉，等着病好了，家里的事还得您说了算呢。我为什么说了算？我的命只有那么短了，我还守着这些钱干嘛？我为李百万这3个字欠下太多债了。你也下去吧，我想歇歇。哎。顾先生，船被扣了！顾先生，船被扣了！船被扣了！他们人在哪儿？啊，那个就是他们曹帮待客的人物，那张桌就是码头桌，他们平日里就从这里吃讲茶。在下古平原，想求见贵帮帮主。阁下在家还是在帮？在家，为了那船盐而来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要真有事儿，我学赵子龙7进7出也把你救出来。老祖说了，贵客大堂奉茶，请吧。老祖请他，没有你。
请。拜见老祖宗。这船盐是你的？是啊。贩卖私盐，这个罪过可不小啊。这是官府的事，贵帮有话直说。痛快。曹帮运河上几十万的弟子，最近也是少吃无穿，挺苦的，所以想找老板借点钱花。咱们有2个办法，你选一个。往后你再运私盐，利润上，我们曹帮要多分3成。我们会保证把你的船顺顺当当的送过去，大家做一个长流水的朋友。要么就简单一点，你拿出2000万两银子，把你自己的命买回去。明着绑架呀？不怕我报官吗？报官？如果犯私盐这事，不怕见官的话，你就报嘛。那我也告诉你，钱我1分都不多加，你要绑就绑吧。2000万两银子，3天。到时候我要是见不到这些银子，我就把你塞进猪笼里，沉到水里喂鱼。我说话再说。老祖有老祖的规矩，闯法堂，不想活了吗？我管你什么堂！一身蛮力有什么用？力气再大，也不过是头牛罢了。大奶奶，顾先生被扣了！大奶奶，好家伙，你要干嘛？全武行啊？你怎么还不换衣服？跟个老太爷一样。我为什么要换衣服呢？你没听黑子说呀？他们把你女婿给绑了，还要2000万两银子，哪儿找去呀？你快去把衣服换了。哎，你接手单刀还在不在？就咱爷儿俩杀上门去啊！你是不是听戏听多了？我又不是斗尔顿，我没那么大本事。爹，你是怎么了？咱们被劫也不是第1次了，先按照江湖规矩谈，谈不拢咱们就打，还怕了他们了？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外边穿这一身，里面穿动手的衣服，用软刀，咱们好好的会客。说不得他们对你没防备，你一刀压下去，剩下我解决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不怎么样，人家上上下下几十万弟子，你一刀就把人压住了。他能放人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可以后在运河上的买卖就不容易了，这跟丢货找货不一样。我管不了那么多，那黑子说了，3天不交钱，他们就把人给进猪笼了。我等你慢慢的搞，那我收尸都来不及。哎呀，滚你！这是个大买卖，我之前跟他说过了，私盐的事儿不能碰。现在好了，报官也不敢，去抢人又不是办法。咱们呀，
不如找个中间人，两边说和一下。曹帮里头啊有字号的人物，爹也认识不少，我已经找有分量的人去说话了。你进来干什么？你不好好的养伤？我走的时候，古平让我去请个人去救他，人我去找了，但他不在。我是想问问，要不我再跑一趟？你这个孩子，他让你找谁呀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看他干什么？快说呀！人命关天。是九寨营里一位姓苏的姑娘。你瞧不起我？你瞧不起我是不是？姓苏能救他，我救不了他。你走不走？你不走我走。你进来！你快去呀！关键你能不能像个人样？一路香烟往上升，三老四少坐堂中，弟子上香把祖请，请出祖师潘乾翁。二路香烟举在中，三老四少喜盈盈。师长迎来上面坐，弟子上香把礼行。请问尊姓大名？在下姓常，排行第4，头顶通字，脚踏万字，怀抱物字。是老前辈到了。敢问老前辈的师承？子不言父名，是童子辈的先生。我和姑娘来，是来谈姑爷的事儿。请。贵老大，常次有礼了。四爷。你找的通字辈老先生跟我说过了，你是要救你的姑爷古平原吗？正是。许他在运河上犯私盐，就不许他给河上的兄弟们分点余润，这太不像话了吧？怎么，我们就要不得他的钱吗？要钱有要钱的规矩。我姑爷是受两江总督之命，回府两淮盐场生计，并非私人贩盐。贵老大，请明鉴。你别拿那个两江总督府来压我，他们讹金子尿银子，放个屁都油裤裆。我曹帮上下的弟子，那跑坏了鞋都得自己买去。不服气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报官呢。我看这事儿闹大了，谁敢管？我曹帮手里还有乾隆爷赏的龙头棍，真闹起来，大家不妨去衙门里面说说道理。通字辈的老前辈，上上下下几十万张嘴等着我背，哪来那么多老前辈？你现在赶紧回家筹钱去，听明白了？说你咱们还是先回去吧，这事儿不好办。你看到了，这不是你来的地方。走。我夫君他还好吗？他好不好，那得看你准备的钱多不多了。哎，我这儿有一个价值100万的簪子，我先把它压在老大这儿，你们能让他吃得好一点吗？哎呦，闺女，不行啊，那是价值100万的簪子，我还真没见过，拿来我瞧瞧。老大，你能把他带出来让我见一面吗？我也好知道他把银子放在哪儿。这个好啊啊！咱们这一票是绑直了啊！来呀，把那姓古的带过来。是。
姑爷、四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苏小姐呢？玉儿担心你，那我们就先来了。我跟爹豁着命巴巴来救你，你上来就问他？不是你们来有什么用啊？这事不是你们能处理得了的。我不担心你吗？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哎呦，行了，别吵了。我说你们这公母吵架都吵这儿来了。你赶紧问他银子在哪儿呢？没钱。什么？没钱？我看我真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你了啊！来，用铁丝把他琵琶骨穿了。啊，别，有话好。您要穿他琵琶骨啊？对呀，我就当着你的面给他穿。您听我给你讲讲这簪子哪儿好？对呀，你给我讲讲看。哎，你看，这别动！你们再乱动乱说，我就把他右琵琶骨也给穿了。传奇往事万间落空浪，听交织的宿命渡成行。别管江湖路有多长，刻骨铭心，此生难忘。铭刻年轮中央，眼线恍然残阳。忽有故人从心上，我山河茫苍。梦见你的地方，烛光把我照亮。待月静止三世袖口捧恨城墙，心跳撞成汪洋，思念掠过心芒。褪色的剑碎了花草，覆满衣裳。荔枝垂远芳香，说流年酿沉香。任凭悄然梨花也失之，紧扣相望，银河满西窗。